九娘子，请坐。拜奉沏茶。是。多谢世子殿下相助，如今完璧归赵了。寒月在我手，无非是防身兵器，而你却可以治病救人，给你才是物尽其用。寒月之才冰清玉洁，殿下既慷慨相赠，那民女定不辱寒月之名。那日听闻九娘子提及沈四卿的《大理寺校正洗冤录》，我便找来他的著作拜读，发现沈四卿断案的确是鞭辟入里，见微知著，实乃一代青天呢。圣明之下无虚实，沈毅大人在地方上为官多年，见识也必有独到之处。沈四卿说，刑狱之事，乃是正清民安之基石，燕某亦深以为然。只可惜，说起刑狱之事，那民女何时可以着手侯府的案子？哦，我已约了霍知府，明日重检。如此甚好，请恕民女还要照看大长公主，改日再向殿下请教。燕某疏忽了，请九娘子自便。主子，你一提沈毅，福陵那丫头脸都吓白了。他们不愿与我多说，可为何会对自己崇敬之人如此讳莫如深？小婉儿，你这回不但帮霍怀信抓住了魏武，保住了乌纱帽，还助他官升大振。这下他必定后悔当初推了你跟霍宁的婚约。我现在啊，只求尽快检验尸身，其他的都与我无关。霍怀信倒是保全了自身，可我价格还不知何时才能脱罪呢。我不用你让着我。在下并未手上，只是心绪不宁，确实难敌郡主，让他入土为安。我们岳家何尝不是这么想？还好有小婉儿帮忙，真凶很快就能找出来。真的？莫非九娘子懂侦查之术？我只是会一些医术，帮府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。无论如何，魏某都感谢九娘子。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魏某都深感欣慰。告辞。他把与你的输赢分寸拿捏得那么好，实在不像是心绪不宁的人。庶子大都这样，要看人脸色才能活得好些。他能得宋国公器重，也算是有出息的。可能我做的事需要处处思量，所以不喜欢处处算计的人。难怪祖母说你活得太累心，那是因为人心叵测。我价格太冤枉了。宋国公府送亲的侍卫和侍从有近100人，还有丫鬟婆子围着喜轿，怎么会来那么大一个活人死在里面都不知道？我价格不过是去接个亲，就被栽赃在头上了。可是他连那个宋柔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你说，那个没头的真是宋柔吗？不管他是谁，只有尸身才能告诉我真相。叔父，这2天啊，准备好一些上好的礼品，挑个好日子去一趟秦府，把宁儿啊和九娘子的婚事定下来。不行，我好不容易去退了婚，宁儿绝对不能娶那扫把星。去，出去！
言之间，那丫头可不是一般人，就凭她的本事，保准能让我们霍家兴旺发达。咱们门楣兴旺的日子在后边呢。真的吗？信我的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娘子，今天可把我紧张坏了，直到大长公主醒了，我才松口气。你怎么一点也不担心啊？无端的担心只会让人心乱。我只有救下大长公主，让侯府欠我这个人情，我们才有机会依计划行事。这个险必须得行。幸好这侯府上下都是顶好的人，否则咱们哪有好日子过呀？魏护卫长虽然有嫌疑，可我始终觉得魏延之似乎也有不妥。他们两人的身高和武功都符合现场的特征，也都有作案的时间和条件。殿下，习武之人修习兵器时，通常都是会用惯用的那只手吗？自然会偏爱用惯用之手，不过，除非行凶人与我一样，双手都很灵活。那如此说来，殿下也有嫌疑。可我身高高于6尺。殿下已来荆州多日，这侯府中人对殿下的身高早已见怪不怪，自然可以来去自如。我若越墙而入，又怎会留下痕迹？九娘子可还怀疑我？行狱之事虽看重线索，但也重情友。殿下是指挥千军万马之人，自然不屑于装神弄鬼。殿下不用担心，这些小把戏还吓不到我。明日我定要剖尸检验。不过宋国公府对剖尸检验一向很是抵触，霍怀信又一贯练拳为上，若是明日剖尸检验遇到阻拦，不必担忧，我自有对策。多谢殿下。他为何这般看我？我可是说错了什么？七哥，小婉儿，你们俩傻站着干嘛呢？那个九娘子就交给你了，别胡闹，早些回去休息，告辞了。七哥这个平时对女子不假辞色的人，今日居然屈尊亲自送你回来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世子殿下虽作风狠辣，却行事有矩，实是心思细腻之人。细腻有矩，咱们认识的还是同一个延期吗？主子，京城急信。怪不得宋国公府日益没落，案情未明就去找圣上哭诉，还真以为圣上指婚是只看中他宋国公府一家。派人继续盯着。是。对了，英祖在沈邑携家出逃的渡口河底发现2具尸骨，身负巨石，看衣饰应该就是沈邑夫妻。可查明死因？尸身只剩白骨，无法推断是溺毙河中。徐仵作，将尸身连同长案一同放入空棺内，在尸身四周放满花椒和木炭后封棺，在棺椁周围多加冰盆，延缓尸身腐烂，以备3检查验。是。还有，让京城的人着重查访宋府后宅。后宅？莫非那宋柔不规劝？看来得把你送回新兵营重学规矩了。主子饶命，属下宁可跑荆州10圈，也舍不得离开主子啊！你说是不是？九娘子慢走。白
来将军有要事回避，别打扰他。想不到除我之外，嘴甜手狠的白将军，竟另有忌惮之人。主子，你就别叫我将军了，你都叫的我腿软了。剖尸！哎呀，侯大人，您知道我的难处，如此，实是无法跟国公爷交代。这此案不破，国公爷、侯爷，甚至你我，都无法向圣上交代。大人所言甚是，但是……我找到案发现场了，在哪里？就在十里庙的驿站。正如九娘子所说，驿站旁边的确有榕树林。我们在一处僻静的枯枝堆旁发现了血迹，可找到小柔的头颅？没有。我们找遍了整个山林，也没有发现。会不会被野物叼走了？十里庙是离荆州最近的驿站，人员来往众多，除非难以捕食的寒冬腊月，野物不会出现在此。也有可能是被凶手带走了。那凶手要逃可有什么用啊？也许是为了掩盖证据。实在下失职。魏府尉，还请你尽快让宋国公与我手书一封。毕竟，不论同意剖尸与否，我可都是要向圣上和安阳侯府交代。在下告辞。殿下，你这一招可真是太高了！有了宋国公的手谕，之前下官因验而不验之罪就全归宋国公了。荀彧宗师定，因验而不验为违制之罪，是为了约束验官，敷衍塞责，嫌慢了事。公子，京城来信说，咱们出发的第2天，大公子和长随都不见了。为何不早来通报？护卫翻遍了京城，没找到大公子，国公爷这才给咱们传信。派人沿咱们来时的路查一查，大哥只怕是追过来了。那娘子会不会被大公子？闭嘴！还嫌国公府的麻烦不够大吗？可是我听世子手下说，尸身还有3件。那倘若真的检出，咱们怎么跟国公爷交代啊？勘验的人若是不在了，国公爷自可高枕无忧。大长公主的病情已经稳住，日后只需服药静养即可。我隔日会来复诊一次。这回啊，又多亏九娘子救回了我这条老命。哎呀，九娘子啊，你若是留下来陪宁儿该多好啊！是啊，小婉儿，你留下吧。多谢夫人美意，但秦府离这儿也不远，来回很是方便。你为何每日非回去不可？九娘子尚未出阁，夜半不归家，会引人非议。小七，你的面色难看呐，是不是因为案子办得不顺呐？没有。九娘子已查出是十里庙出的事，彼时宋家队伍还未进荆州城，任谁都牵扯不到安阳侯府的头上，所以家表兄已可以洗清嫌疑。谢天谢地，真的是谢天谢地。九丫头啊，你真的是我们侯府的小福星啊，不知道该如何来感谢你。自从来了荆州城，我还未出去玩过。今夜秋夕游园会，我很想去逛逛，可否请大长公主和我家祖母说个情？哎呦，那有什么难的？我立刻就派人告知你的祖母去。今晚你也别回秦府了，就让小七呢陪着你，还有宁儿一起去玩。遵命，我保证陪小婉儿玩的痛痛快快的。还有魏府尉，我看他整日闷闷不乐的，怕是还在忧心案情，难以解脱。可否让他一同前往？对哦，那个魏府的庶子无端摊上这一档子事儿，也挺倒霉的，也不知如何跟宋国公府去交代，看样子也怪可怜的。
娘子可是有心事？看你都发了半天呆了。有件事我想不明白，燕世子为何宁可自污也要助我剖尸检验？此事与安阳侯府无关，也非他职责所在。他与宋国公府更无私怨。娘子啊，你觉得世子殿下对你如何？很好。那娘子觉得世子殿下为何对娘子和旁人有所不同？他说过，我救过大长公主，就是他的恩人。且他想做的事，只有我能帮他。或许他是看中我的勘验之能，想接我手行事。娘子，你就不曾想过，或许万一世子殿下他对你心生爱慕呢？我的身份是假，利用却是真。我要借他之权柄，助我逃离秦家，时时刻刻都不能掉以轻心。若不能带人一程，何以回报他的爱慕之情？这难道就不能是他单恋吗？他应该不至于吧。九娘子，昨夜义庄失火，东偏厅被连夜烧毁，那尸身怕是检验不得了。世子殿下可知晓此事？主子一收到消息，就连夜赶往义庄，命在家在此候着，免得九娘子白跑一趟。那侯府的马车为何还在此处啊？主子担心九娘子执意要去。上车，去义庄。九娘子，那尸身已经被烧焦得不成样了，还能验吗？能不能验，得我说了算。傅灵，你去准备些明矾、清水，还有绿布。世子殿下，哎呀，世子殿下，九娘子恕罪。方才啊，小人的5座箱子让贼人抢了去，我这追了半天，我也没追上。我想着呢，就先去报官吧。哎，这5座箱子就在衙门口放着呢。可丢了验尸器具？怪就怪在这儿，小人仔细检查过了，什么东西都没丢，连这器具的摆放位置啊都没变化。打开看看。可有不妥？金玉续骨膏，这是接骨续筋的良药，千金难求，只有京城售卖。只有京城售卖的药，你也知道？医者之好，总喜欢打听些奇药良方。那按这么说，那贼人不仅骨伤在身，家世也非富即贵，药味可浓厚。是。此人因与宋钦队伍无关，并不知道之前的检验结果，所以才拿着验状看了许久，才留下了药膏的味道。殿下可以闻闻看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。站好了说话。京城传来消息，
魏家的嫡长子魏其之，并非因驯马受伤，而是被宋国公打断了右腿，软禁于家中，这才由其庶弟魏延之代为宋家。宋家队伍离京第2日，魏其之就伺机逃脱，失踪至今。那日推塔伤我的人，倒似腿脚不便。宋国公会对魏府嫡子下如此重手吗？除非魏其之铸下大错。他若是宋柔的情人，宋柔另嫁高门，他因爱生恨，杀之泄愤也是合情合理。可扮鬼吓我的人又是谁？魏其之的腿脚可没那么灵活。他那腿伤未必是真的，只有找到他，方能知真相。你安心在此检验，我这就去会会魏延之，看他有何说辞。宋国公不但教女不严，还命其子侄毁尸灭迹，欺瞒圣上。你们如此行事，将我安阳侯府置于何地？将圣上置于何地？将国法置于何地呀？侯爷息怒，小侄只是不忍小柔死后还留下不贞之名，才指使魏城纵火焚尸，以免验状上报刑部，使两家沦为京城的笑柄。小侄甘愿承担所有罪责，只求放过所有宋家之人。是小的擅自做主纵火焚尸，与魏父魏无关。魏城，宋柔之死与其私通之人关联甚深，你们如此急于毁尸灭迹，到底是为了遮掩家丑，还是为了袒护那私通之人？下官只是公子不能再护着大公子了。殿下，侯爷，与我家娘子私通之人，正是大公子魏其之。此言可有实据呀？是大公子亲口承认的。夫人发现娘子有了身孕，娘子只得将与大公子的私情和盘托出，国公爷才气得打断了大公子的腿。你不论是何原因，犯下纵火就是大罪，去府衙走一趟吧。带走。走。魏府尉，刚才魏丞所说，可确有其事？下官的兄长与小柔自幼感情甚好，所以下官未曾多想，直到宋国公命我代兄宋家，我才得知他与小柔竟已铸成大错。你与魏其之并未分家，可为何你会对他的踪迹全无察觉？2年前，下官靠宋国公的恩荫进了巡防营，大哥与我大吵一架后，便再也不肯理我，下官实在无从得知。为何会大吵一架？因为我嫡母想让大哥与小柔亲上加亲，但魏府门第平平，未得宋国公允婚。大哥生性要强，因此与宋国公日益疏远，也不想我借此恩荫吧。魏其之可惯用左手？是，因为听说天生左撇子为不及，嫡母便强迫大哥自幼改用右手，此事罕有人知。为了维护兄长而欺瞒世子殿下，下官实在不敢。你险些误了大事。下官愧对各位大人。宋娘子毕竟陨身荆州地界，在真凶落网之前，魏府尉就进驻东院吧。总算真相大白了。真相与否还需查证。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宋柔的头颅，还有杀害她的凶器。
子，明矾果然把残渣抛干净了，看样子像是绢纱。不是纱，是纸。魏延之招认了。招认了什么？他招认他的兄长魏启之，与宋柔早有情谊，而且天生就是左撇子。天生的左撇子？那他平时就用左手吗？岂不是很多人都知道？其实他自幼就被逼着使用右手，除了亲近的人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左撇子一事。这是我自宋柔胃中找到的纸屑。宋柔自小锦衣玉食，为何会把这等粗糙的纸张吞入腹中？纸上的内容究竟何等重要？重要的不一定是内容。军中的细作，有的时候为了保护消息的来源，会将非重要的情报也销毁干净。消息来源，不同的纸质可以反映写信人的习惯。这上面的字迹虽已被胃液化去，但这纸张却异常坚韧，并非寻常人家可以买到。娘子，那个亮闪闪的东西是不是金粉呀？